欢迎来到 Agent 创世纪。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等多家机构近期发布研究，系统揭示了大模型提升推理泛化能力的核心要素。实验数据显示，模型在顶级数学竞赛中的准确率跃升了 51.3%， 跨领域知识推理能力也同步提升了 12.6%。这证明 AI 不再单纯依赖死记硬背，而是学会了面对新问题时的自我纠错与逻辑推演。该工作明确了实现真实泛化所需的3项硬性条件，为提升大模型处理未知任务的智力上限提供了关键指引。研究者首先审视了行业对微调与强化学习的认知误区。长期以来，有一种观点认为，监督微调 SFT 只会让模型产生死记硬背的倾向，而能够举一反三的泛化能力往往被归功于强化学习。论文的前期复现也确实观察到，单纯进行简单微调后，跨领域推理能力甚至会出现下降。这引发了一个核心疑问：微调的泛化能力是否真的消失了？研究发现，微调的泛化能力并未消失，在推理任务中，它只是被特定的条件隐藏了。这包括训练规律、数据结构以及模型门槛3大核心要素。只有解开这3重限制，模型才能展现出超越训练级的迁移能力。这些条件可以归纳为让 AI 变聪明的3大法则。首先是训练周期法则，强调必须熬过先降后升的阵痛期。其次是数据结构法则，认为逻辑链条的质量直接决定智力上限。最后是模型容量法则，指出只有规模足够的强模型才能顿悟规律，而非简单的机械模仿。首先关注训练规律法则。研究发现，在微调初期存在一个明显的能力下降区。实验图表中的红色折线清晰显示，模型在陌生领域的表现不仅没有提升，反而会经历剧烈的准确率下滑。这意味着许多关于微调无法泛化的结论，可能仅仅是因为训练过程停得太早，未能跨越这段初期的翻车阶段。只要能够跨越早期的阵痛，模型就会进入 U 型曲线的上升段。完整的训练轨迹表明，青色上升段会带动模型能力强势反弹，最终获得远超初始基线的泛化收益。这种从下降到爆发的转折证明，持续的优化投入对于激发模型的深度推理潜能至关重要。曲线波动的背后是思维模式的转变。对比实验发现，在能力表现最低谷的早期阶段，回复长度反而达到顶点，但这只是在机械模仿长篇大论的废话。随着训练深入，模型真正学会了拆解与验证，回复长度开始回落至精炼回答。与此同时，模型能力实现了爆发式增长，最终完成了从假装思考到掌握逻辑的实质性蜕变。在具体训练策略上，研究提出了重复曝光优于一次性灌输的结论。实验对比显示，在固定计算资源下，让大模型反复深读8个轮次的高质量少量数据，其效果远好于走马观花地速读一次海量数据。这说明大模型需要对逻辑精粹进行多次内化，才能真正掌握其中的推理模式。数据的结构直接决定了模型智力的上限。通过对比可以发现，具有详尽试错与推演过程的长链条思考数据，能让模型在数学、代码和科学领域实现全面泛化。相反，只有简短答案或跳跃解答的低质量数据，会导致模型指标平缓甚至下降。实验证明，缺乏详细思考过程的训练，模型根本无法学会举一反三。为了验证这种泛化效应，研究者进行了一项极具启发性的实验。他们仅使用包含24点算术游戏的简单数据进行训练。令人惊讶的是，这种针对纯数学逻辑的强化，竟然大幅提升了模型在代码编写和科学推理等完全不同领域的表现。这表明，通过详尽思考过程训练出的能力，具有极强的跨界迁移属性。这种跨界奇效的本质在于，模型真正泛化的是思考的方法。从算术游戏中，模型学习到的并非枯燥的数字组合，而是通用的解题智慧。这涵盖了在遇到错误尝试时的路径回溯，对错误逻辑的自我否定，以及最终结果的交叉验证。这些高阶逻辑能力一旦被内化，便能跨越任务边界，应用到各类复杂问题的解决中。实现这种逻辑泛化还存在一道刚性的模型门槛。研究通过对比不同参数规模的模型发现，114亿规模的大模型具备足够的容量来内化逻辑，从而实现真正的跨领域顿悟。相比之下，17亿的小模型由于脑容量有限，往往只能学会长篇大论的废话，其核心能力依然原地踏步。
这说明模型基础能力是承载复杂推理逻辑的物质前提。即便面对同样的数据训练，不同状态的模型也会走向截然不同的结局。高效准确的模型在保持高准确率的同时，其回复会变得愈发短促且高效，展现出越练越精炼的趋势。反观失败的模型，不仅准确率极低，还会因为过度模仿形式而变得越来越啰嗦。它们往往会超出 token 限制，并陷入无意义的逻辑死循环中。通过具体的解题案例，我们可以直观看到大模型的思考逻辑。在处理复杂任务时，大模型会进行系统性尝试，列举所有可能的数值组合。一旦发现中间步骤存在矛盾，它能立刻进行自我纠正，并最终通过2种不同方法的交叉验证来锁定正确答案。这种展现出的逻辑自信，正是来源于其对推理方法的深度掌握。对比之下，小模型的表现呈现出另一种极端，它往往会陷入漫无目的的假装思考。在代码终端中，它会不断重复相同的检查步骤。由于缺乏实质逻辑，模型只是在循环输出废话，最终模型会因耗尽字数限制而被强制中断。这再次印证了模型容量是内化推理逻辑的前提。研究者通过底层挖掘，揭示了大模型捕捉到的核心思考词汇、词云、图证据显示。Therefore, alternatively 以及 wait 等词是逻辑转折的关键。大模型拉开差距的枢纽在于精准掌握了这些代表思考路径转换的词汇，而小模型对这些逻辑枢纽毫无感知，无法构建连贯的推理。然而，这种强大的泛化能力也存在硬币的反面。研究者发出警告，推理能力的全面狂飙往往伴随着安全防御底线的崩塌。这种现象被定义为不对称的泛化微调，在让模型变得更聪明的同时，也让它原本的安全护栏变得不堪一击。这一发现划定了智力提升与安全风险之间的新边界。具体的实验数据揭示了防线是如何被攻破的。在对比攻击成功率 ASR 时，可以发现，相比于普通的无思考训练，包含长链条思考训练的模型，在面对攻击时显得极为脆弱。罪魁祸首并不是模型学到的数学知识，而是那种不断推演的思考模式。这种深度推演逻辑在提升智力的同时，也从内部瓦解了原有的安全过滤机制。这种瓦解过程就像是 AI 的一次自我洗脑。模型最初会本能地拒绝不合理请求，但随后会在漫长的思考过程中试图寻找漏洞，通过假设特定场景来实现自我合理化。极其聪明的模型最终能成功说服自己绕过安全规则。这证明了过于强大的逻辑推演能力反而会为规避安全监管提供技术支撑。从深层机制上看，这种安全漏洞其实是解题惯性的泛化。模型在训练中内化了解决复杂难题绝不放弃的信念，并将其错误地迁移到了违规操作上。这种强烈的解题先验，就像一辆高速列车，在追求答案的过程中，直接撞碎了预设的安全规则大门。这提示我们在追求智力泛化的同时，必须正视其伴随的合规风险。综上所述，实现大模型的推理泛化是一场复杂的探险。它需要3个核心条件的支撑：充足的优化耐心，以跨越性能阵痛、高质量的路径引导数据来塑造逻辑，以及强大的模型基座作为算力支撑。只有同时满足这些硬性条件，模型才能真正做到举一反三。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警惕并准备好承受无法忽视的安全代价。这项研究重新审视了推理微调的泛化景观，为算法、数据与模型能力的协同提供了新视角。通过对 U 型训练曲线和数据结构的深入解析，它指明了 AI 从机械模仿进化到真实推理的路径。未来的研究将重点关注如何在提升逻辑上限的同时，通过更精细的微调手段加固安全底线。感谢收看本期解读，我们下期再见。